文书答应给你的，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你叫我来，究竟有什么事情？小青姑娘，杜母的确有事相求。你是云霓的亲侄女，请你想个方便，替杜母传达一声。杜慧为什么要找小青带话？各腔有耳。远点！快救火！是。磷粉。云儿，有时爱而不得，也是另一番美好。怎么了，云儿？看你眉头紧锁，是有何事？退下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曾无意间看到母后身上有个印记。你也说是幼时，记忆出现偏差，是合情合理。母后知道我不是一个莽撞之人，既然我已认出那个图腾，那便不会认错。你若让母后认了那个图腾，母后认了便是。若儿臣没有认错，这个图腾就是扶余国的生死契约——红鸾星图。儿臣作为半个扶余国人，知其一二。那你今日来找母后，是想知道什么？我想母后告诉我真相。您和杜慧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挂饰是我亲眼所见杜慧在拜月节的集市上所买，你还不承认吗？您和杜慧立下生死契约，就说明母后和父皇在成亲之前，你俩就已经情投意合，是否如此？如今说来，杜慧蛰伏在东正寺多年，也是母后授意的。本来他是你的手下，只是一心为你效命，没想到季楚接管东正寺，那他便有了别的作用。
那杜慧杀了二爹也是母后指使的吗？如此说来，母后您常常教导儿臣要宽厚待人，善良懂礼。现如今还作数吗？云儿，我记得小时候，因为儿臣和三弟抢一块糕点，你罚我抄经100遍，你告诉我要手足情深，不能以此论长短，能让便让。儿臣不争不抢的性格，都是受母后影响。如此说来，教诲儿臣这些的母后，所言所行都是真的吗？你不问问我为什么去找杜慧？但我毕竟是皇后的亲侄女儿，你就不怕我？行了，小夏，我相信你。季楚，你先把刚刚发生的情况告诉我。你叫我来究竟有什么事情？小青娘娘，杜某的确有事相求。你是云霓的亲侄女，请你行个方便，替杜某传达一声，杜某此生无悔。另外，15年前，来人呐！殿下，抓到此人在大牢外用铜镜来反射光点。蒲草和杜慧身上的磷粉，也是你撒的吧？还有此物，看来你和杜慧结仇已深。哼，就算他没被抓进大牢，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杀了。把他带下去。是，带走。写了这么多，无外乎是这些年凶手被杜慧欺辱的假象。杜慧在东正司这些年，口碑一直很好。这绝对是捏造的。有人想让我们早点了结季风一案，可又是谁找的杀手杀了杜慧呢？你认为是谁最想封住杜慧的口？你还记得杜慧让你传达的话吗？这些物品都是陪伴了本宫多年。品言，你说时间
是不是把一切都改变了？娘娘，这些物品虽然泛黄破旧，但仍在此处不离不弃地陪着娘娘。还记得这只簪子吗？奴婢记得。这是本宫与他唯一的信物。娘娘，玉王妃到。姑母，青儿，怎么这个时辰进宫了？咱们还是坐着说吧。好。有一事，青儿得给姑母说。何事？昨日我偷偷去了大牢，见了杜慧。杜慧是杀风儿的那个人吗？他跟青儿讲了个故事。青儿，你这是进宫来给本宫讲故事的？也不尽然。青儿心想，姑母也是从福玉来的，想必也听过不少杜慧生前的故事。她死前有些话要我传达给故人，但我不知道该传达给何人，所以来问问姑母。姑母未曾听闻杜慧生前的事情。那青儿就不打扰姑母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真的一点都不好奇，杜慧临死前说了什么吗？还有何事？没事了，青儿先走了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好奇，杜慧死前究竟说了什么。这宫里面的城府，比你想象中深多了。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，足以毁掉长久经营的一切。想要彻底铲除这棵大树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怎么了？季楚，你有没有什么事儿是瞒着我的？随便吧，没有秘密就不是季楚了。小青，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之前为什么你对我的计划总能未卜先知？
我罢了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。季楚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信你，便不会怀疑你。你看什么呢？明月断桥相湖面起波澜，苦弦感再看就当你喜欢上我了。阴云绕青山，人间未艰难，渡众生下甘一担。红颜气旋面论儿女情长，愿与君行天涯共患难。人妖魔红颜深处桥斩断，烟逍遥卷缕心盼。跟着我做什么？小姐，您这是要去东正司吗？我已请假多日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可是，小姐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小姐，是谁允许你们把我的东西搬离东正司的？是为父让他们搬回来的。父亲，这是为何？瑶儿，你回府多日，为父都没有机会与你深聊。近些日，为父总是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就是担心你出入东正司，日日与那尸首为伴，惹人非议。父亲，这是瑶儿的职务啊。为父知道，可你看父亲，岁数也大了，我们父女多年未见。如今你都没有时间陪陪父亲，嫁人以后，父亲不就更见不着你了吗？父亲，瑶儿不想嫁人。当年你母亲的心愿，就是能亲眼见你嫁人。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。你说你不嫁人，你母亲泉下有知，她会怪我的。瑶儿，听父亲的，就乖乖地待在府中，好生陪伴父亲吧。暂且不去东正司可以，但是嫁人……瑶儿，你放心，父亲一定给你谋得最妥帖的婚事。定国公此次来找本王，所谓何事啊？微臣想与律王殿下亲上加亲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想让本王娶令爱？记住，这是要娶瑶瑶。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，让令爱做太子妃，以后不就是大梁的新后了吗？这样的安排，对于林夕瑶而言，岂不是更为妥当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微臣从棋局上已领略了律王殿下的心计雄略，加上韦昭一事，更让臣折服。所谓谁能笑到最后，还不是定数。季楚好不容易拉拢定国公，现在定国公主动送上门，季楚该不会真的要答应吧？殿下，这对于您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您若娶了小女，就等于跟微臣有了姻亲关系，那定国君不就也是律王殿下的人了？你想用林夕瑶当筹码？此言差矣。瑶儿是微臣的爱女，微臣只想让瑶儿一生无忧。所以，若与殿下成亲，微臣希望小女做律王妃。这是让我下课？
过我这个绿王妃当的也是够不称职的。定国公的好意，本王心领了，但恕难如愿。为何？本王已有绿王妃。姬主为了我，放弃了拉拢定国公。那微臣便不叨扰殿下了。还不出来？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你都听见了？但是，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拉拢定国公，你为何拒绝啊？所有伤害你的事情，本王都不会去做，你可明白？先不放尘树影幻想，云水两茫茫，空相望，各在梦中央。举杯邀月，无处话凄凉。别君已难忘，留异乡，心愿散场。三尺红台再叠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张望？你从不是我的远方。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？重复着家乡，还向往，竟不知如何而终留我彷徨。奈何悄然相望，人人欣赏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三尺红台再添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张望？你从不是我的远方。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？重复着家乡，还向往，竟不知如何而终留我彷徨。奈何悄然相望，人人欣赏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所有伤害你的事情，本王都不会去做。我最近是怎么了？只要一提到他，心脏就跳个不停。记住，他为我放弃了兵权，说明他彻底洗白了。
不走复仇路线，该走感情线了。小青，妈呀，这下人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鬼地方，连保险都用不上。小青，本王想带你去游船。季楚啊，你好端端的，干嘛突然带我来游船啊？因为本王不知除你之外，还可与谁一起同舟共济。天哪，你竟然还会说这种土味情话！有那么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小青，啊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，我会等你相信我的那一天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你的心里是否有我，哪怕半分。季楚，之前欠你一场真正的烟花，今日兑现。小朋友，不可以乱认爹爹的。你要是被拐卖了，你都不知道去哪儿哭。就是我爹爹，我怎么会认错我爹爹？南坤，你怎么来了？爹爹，季楚有孩子了，前脚跟我表白，后脚我就成了后妈。渣男，海王，气死我了！
南瓜怎么跑来了？你说南一知道这事儿吗？爹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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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乖。这定国公是决意和绿王联盟了，可惜季楚却没有给他这脸面。那娘娘，咱们有何打算？本宫已经抛出橄榄枝，剩下的就让定国公自己定夺吧。等会儿见到皇后娘娘，要注意礼节。放心吧，父亲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定国公免礼。谢娘娘。谢娘娘。瑶儿，你出落的比上次品茶会更加标致大方了。谢皇后娘娘夸赞。快入座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找微臣，是为了小女婚嫁一事吧？父亲，瑶儿说了不急于婚嫁一事。瑶儿，女大当嫁。皇后娘娘应该听闻了昨日绿王府之事。确有所闻。瑶儿如此得体，绿王却婉拒了，只能说两人缘分未到。定国公不必气馁。多谢皇后娘娘挂念，微臣不敢气馁。不过，一旦绿王拒亲，这瑶儿的亲事便不好再定了。定国公位高权重，这朝堂上实在想不出能与西瑶相媲美的夫婿，除非是皇室宗亲。父亲，您去找绿王殿下提亲了？本宫可是诚意满满，不知定国公意下如何？皇后娘娘，西瑶虽心仪太子殿下，但也深知，若要执手，须得两情相悦。太子殿下并无迎娶西瑶之意，还请皇后娘娘。谁说本王没有娶你之意？云儿，你刚刚的意思是？若定国公不嫌弃，本王愿明媒正娶西瑶，做太子妃。殿下，原以为绿王是瑶儿良配，没想到瑶儿竟信念太子殿下。如此，便由他吧。干嘛？我的爹爹只能属于我娘。主子，总算找到您了。我要整个杨震了！我要整个杨震！主子，别跑了，主子！这个小鬼头，真是和他爹一个样。我应付完他爹这个大魔头，
还要应付这个小鬼头，气死我了！气死！华清哥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？小青，我是真没想到，竟然还有你治不了的人。你还笑？你再笑我就要背过气去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南瓜换三哥爹爹，他不会真是三哥在南靖国的私生子吧？我看这个季楚在南靖国肯定每天吃香的喝辣，左右女人无数。我去，现在连孩子都找上门了。你说过2天会不会再来个带球找上门的？哎，这个呀，你大可放心，三哥才不是这样的人。来，闻闻这个。好了，你跟宫野崎混久了，真是什么灵丹妙药都有。那是当然。作为玄一阁阁主未来的，我当然得时刻注意着。酸死了！你和宫野崎是不是准备公开了？那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啊？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力排众议，与他缘定此生。我就不该多这个嘴。累死我了！什么味儿啊，腥臭！臭小子，你闻没闻？欺负我有瘾是不是？打住我！让你扔骂我！你给我拿来！让你打我！哎，发生何事了？爹爹，你终于来救南瓜了！你何人先告状？小青姐姐不让我喊你爹爹，不然就责罚南瓜。不过不要责怪小青姐姐，是南瓜的错，南瓜是不速之客。你还演，这简直就是扭糊了南瓜。南瓜，你有没有事？南瓜没有事，让爹爹担心了。没事的话，让萧炎陪你去玩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被一个小绿茶给算计了。竟没想到，你会被一个孩童欺负成这样。因为我喜当后妈了，我要是反击的话，那我不成恶毒后妈了。你说什么？承认吧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个私生子？让我做个心理准备。你终于承认了。承认什么承认？承认你有多少个吧？你到底有多少个？私生子吗？也不多，就180个。180个？你是个播种机器？180个？玩笑话。就算是有，也是于你所生。谁要跟你生孩子？南瓜的娘是谁？你初恋？初恋？就是你第一个女人。我第一个女人是你啊。
差点又信了你的邪。你第一个女人如果是我，那南瓜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没有。好吧，确实有点不舒服。挺好，我就喜欢看你为我吃醋的样子。我劝你啊，以后少跟南瓜起冲突。那孩子性子随我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太猖狂了，这是祖传的欺负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昊天有德，成人之和。今太子纪云品德贤良，尚未婚配。定国公之女林氏温婉淑仪，可为佳偶。着有司几日，因婚敦睦，以慰朕心。钦此。太子殿下，接旨吧。儿臣领旨。云儿，你的婚事终于落定，甚好，甚好。母后，儿臣有一事相求。无论何事，母后都会答应你。母后，儿臣希望你从今以后远离朝堂纷争。云儿，为了给母后收拾残局，儿臣强逼着自己，违背着心愿，接连为母后做了很多自己本不该做的选择。你是指迎娶林夕瑶之事吗？还是因为青儿？本宫早前就看出你对青儿的感情非比寻常。你是本宫所出，本宫怎会不知你的所思所想？可是你要清楚，青儿是绿王妃，你可以钟情任何人，就是不能钟情青儿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已经决定放下了。希望如此。府内静悄悄，南瓜必作妖。小儿科，果然只有8岁。老妖婆，受死吧，老妖婆！你没事吧？小青姐姐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都怪南瓜贪玩，没砸着你吧？你川剧变脸啊！小青，这个小孩是谁？换我南瓜便可。哥哥，你一定不是凡夫俗子。你为何这么说？哥哥出手利落，气宇不凡，一看就是人中龙凤。缪子，主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主子。主子，咱们该回去休息了。小青姐姐再见，大哥哥再见。殿下，你是来找我的？
小青，刚刚那个叫南瓜的孩子来这儿有多久了？已经来了好几天了，一提他我就来气。他要是在我们那儿，准能得个奥斯卡。算了，也不能全怪他，要怪就怪季楚，怎么就在南靖国有了个孩子？你是说，南瓜是季楚的孩子？嗯。我曾听闻季楚在南靖国经历了非人的遭遇，多次命悬一线，但不知他有所出。季楚在南京命悬一线。季楚在南靖国的经历，我写的时候一笔带过了。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杜慧死后，季楚可有深究下去？为何？刺杀杜慧的凶手在牢里自尽了，线索就断了。那杜慧没有交代什么吗？小青，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和西瑶要成亲了。是好事儿啊！是好事。瑶瑶她这么喜欢你，终于嫁给了爱情。小青，你除了替西瑶感到开心以外，你没有其他感受吗？有啊，我还有一点点惆怅，因为你们成亲，说明故事快往大结局走了。那我和季楚也要。你为何惆怅？因为我要把我最爱的瑶瑶分给你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太子啊，你和瑶瑶可是天生一对，你们一定要幸福啊！忘了给你倒茶了。我们会的。殿下，他醒过来了，只是坚持不了多久。算你大难不死，又让你多苟活了几日。杜慧，你这样为他卖命值得吗？他连你最后一句交代都不肯听。痴情人，本王原本不懂何为痴情，但现在多少懂了几分。本王想知道，15年前的事，是不是和他有关？本王的线人已经查清你和皇后的关系，甚至连你们定情的簪子，本王都知是何模样。本王还知道，原本嫁给父皇的，应该是你们扶余长公主。是你在暗中助力，才让那心比天高的三公主成功嫁给了父皇。你本就知道，你心系一生之人，不满足一方天地，所以你就帮他达成所愿。好一个成人之美啊！可怜之人，你这一生是否有一刻被皇后记挂，都无从得知。
只想知道，15年前的事是否和他有关？15年前，4年前，以后。 在干嘛呢？近日蚊虫多，我种了一些方便携带的驱蚊草药给婉儿。怎么，找我何事啊？我曾听闻季楚在南境国经历了非人的遭遇，多次命悬一线。我想问问你，季楚在南境国都经历了些什么？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？因为南瓜还在生季楚的气。也不全是。我想更了解季楚的过去。也好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这样你能对季楚好一点。 先不放尘树影幻想，云水两茫茫，空相望，各在梦中央。举杯邀月，无处话凄凉。别君已难忘，留异乡，心愿散场。三尺红台再叠红妆。 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张望？你从不是我的远方。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？重复着家乡，还向往，竟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悄然伤亡。 人心上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三尺红台再添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 我又何必张望？你从不是我的远方。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？重复着家乡，还向往，竟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悄然伤亡，让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。 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众人皆知，阿楚以质子身份被送去南境国。数年后，凭一己之力。 颠覆南境，风光无限，可却无人知晓这背后的辛酸和凌辱。季楚果然在南境国被虐待了。季楚一开始去南境国，根本就不是质子的待遇，更像是犯了恶事的囚犯。他被关在破柴房，
吃食都是馊的。后来他千方百计地逃出了宫，在宫外意外与我结缘。可后来我们还是被抓回了宫里。阿楚，他们变本加厉，日日折磨季楚。不是因为护我，也不会来的。若不是你为了陪我进宫，也不必受这么多苦。我忍不了了。别急，还不是时候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是韦贵妃将手伸向了南靖国。她给太监总管打了招呼，南靖国才不管一个质子的死活。老传旨，你的死期快到了。他的手指给我剁了！是，慢走！阿楚！幸亏我那时的医术已经炉火纯青，才将他的手指接了回去。但那个疤痕却永久地留下了。你为什么总带着这个奇怪的指环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？没什么，习惯了。都怪我，是我让季楚经历了这些。那然后呢？后来，正如季楚所说，王传之死得很惨。按季楚的性子，是不会给他好活的。之后，季楚利用南靖国皇子内斗，逐个铲除障碍，控制了南境的内政。没想到，他竟然经历了这么多。季楚都这么惨了，还有了南瓜。这你得自己去问季楚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想让你知道，季楚身上确实背负了常人难以背负的痛苦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你看到的他，并不是真实的他。太子见了小青，跟他说了什么？属下不知。应该是通知他迎娶林夕瑶的事吧。但为何小青跟他聊完，就离府迟迟未归？属下不知。应该是找林夕瑶恭贺去了吧？对了，太子今日是否有见到南瓜？小主子的贴身婢女禀告，被撞了个正着。你去哪儿了？
你为何见了太子之后，就郁郁寡欢呢？季楚，虽说我是你后妈，但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按你后妈的意思，你应该是南瓜的后妈，为何成为我的后妈？我知道，这些时日让你和南瓜相处，委屈你了。南瓜倒是还好，只要我用我的花式育儿经，软硬兼施，刚柔并济，一定可以把南瓜拿下。就是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我天赋异禀，不行吗？这个不是重点。不对，这个就是重点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告诉你南瓜的事。没关系的，不管你以前怎么样，以后我都会对你好的。怎么对我好？就是对你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你说往东，绝不往西。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里怕掉了。哎呀，反正就是对你好。你说的？我花心哥说的。你要干嘛？方才是谁对本王说要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？我说的。老妖婆在。那天就这样，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诉了小青。难怪他一回来就说要对我好。无碍，你的过去让他知道一些，也并非无好处。如今我大仇得报，也想着有一日向婉儿坦白我的过往。阿楚，我想要求娶婉儿，你意下如何？苏家有毒。若确认15年前的事与皇后有关，那婉儿的生母便是宫野期的杀父仇人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为何？你觉得我的身份配不上你妹妹？就算你反对，我还是要求娶婉儿。宫野奇，婉儿，怎么这么不知啊？我啊，
我想你平日最喜欢在摇椅上钓小红，日后便可以你一边钓小红，我一边看书陪着你。那可好啊，那我这是提前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了。哎，如此说来，静之书斋和悬疑阁大可以合并，一边制书，一边制药，更名为玄静居，倒也不失是个医身怡心的好去处。还是我的婉儿聪明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合同说你去找三哥了，可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婉儿，你一向懂事，从不问我的过往。你是不好奇还是？当然好奇啊！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去想了解他的全部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。婉儿，我的过去鲜血淋漓，我不知道你是否……无论你如何，我都能接受。我出身衣冠之家，父亲宅心仁厚，善于研制奇门之药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终让自己遭受了灭顶之灾。娘娘，微臣恕难从命，不能将此药交治于你。微臣只想兢兢业业救人治病，干不了这害人之事。苏太医，本宫给你1日时间考虑，若给不了本宫满意的答案，本宫自有法子血洗你苏府。是韦贵妃。15年前的妖毒案，连你家也被牵扯进来了。正是。那妖毒其实是我父亲所研制，本是驻颜之方，却因放错了一味药材，意外发现了，可以暂时使人妖化。父亲本想毁掉此药，不料他的同僚柳明胜为了讨好韦贵妃，将此事告诉了他。原来妖毒是这么来的。韦贵妃逼我父亲为她配制妖毒，遭到我父亲的严词拒绝之后，担心我父亲将其目的公之于世，便故意设计陷害，害我家被满门抄斩。我有老仆护送，才幸免于难。这个韦贵妃实在是恶毒，你全家上下几十口人，就这样被祸害灭口。她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。婉儿，我头一回看你把生死挂在嘴边，那是因为我心疼你有这样的经历。明月断桥上，湖面起波澜，苦咸淡，几心都过去了，婉儿。前半生我执着于复仇，后半生我只剩下你了。今后有我继婉儿在一点，就不会让宫野崎受这样的委屈。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，你还要我说什么呀？婉儿，无论前方有多少阻力，我都要明媒正娶你。
殿下，属下已将沐浴安排妥当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今日是花瓣浴。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我天赋异禀，不行吗？这个不是重点。因为昨日王妃对本王提起了育儿经。育儿经？哦，莫非是王妃想为殿下生儿育女了？本王也是此番见解。如今这局势，如若小青有了本王的子嗣，就算皇后那边再有什么动荡，也没人敢动她。哦，殿下说的是。你唤王妃来一趟兰亭池。是。奇怪，让下人拿帕子不就行了，还专门让我跑一趟。是王妃吗？啊，是我，我把帕子给你放这儿了，等会儿你自己出来拿。这祭厨又搞什么鬼啊？还不快进来！不是说好言听计从的吗？来啦！可愿与本王共浴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美男计。这共浴多没劲儿啊！要不我给殿下来一个按摩？按摩？这个药物啊，有美白的作用，还可以润肤。试试。来嘛，过来，坐好啦。我还没开始搓呢。干嘛？你别跑，我还没搓完呢。搓时间匆匆拉近。
啊！记住，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蛊啊？我怎么满脑子都是你？这些是药本，给。传奇典故。这些是言情画本。早先不见你读言情画本，怎么近日？若是不懂风花雪月，怎去攀谈？不须懂风月，已在风月中。若是能如此与你，看着书，采着草药，慢慢老去，定然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了。殿下，属下知道您昨夜跟王妃失败了，但属下有一好计。依属下猜测，王妃只是女子害羞罢了，殿下还是要采取主动。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属下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。摊主说了，这叫送子丸，男人吃了该丸，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。萧炎，这就是你说的好计？下去。是。送子丸。记住在我脑子里转悠了一天了，我原来怎么没发现这个家伙是个运动健将？救命！好吧。你怎么了？你喝酒了？身上没酒味儿啊！哎！你要干嘛？耍流氓！你放我下来！我没想到送子丸竟是媚药。送子丸，媚药，你知道是媚药你还吃？因为本王见你想要绵延子嗣。我什么时候说要生孩子了？不是你说的育儿经吗？你误会，
都是误会，明明是你想对我图谋不轨。那你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喜欢我吗？等，不行，记住，咱们还是找点别的事儿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什么事儿？